大家好，我是带着镜子的话筒的拉塞偏偏，欢迎来到今天的本周看啥片。回顾上周，虽然院线方面有马云爸爸连刷3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和有大 IP 加持的《驯龙高手3》镇场的，但两部片子的表现实在有些疲软，周末的日票房都没有破亿。其实3月份历来就是电影市场的淡季，观众们的钱包刚被春节档电影洗劫一空，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阿丽塔已经上映10多天，在新片《驯龙高手3》的冲击下，跌下冠军宝座也并不意外。绿皮书虽然一直排在日票房第3名，但头顶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名头，再加上喜剧片的定位和观众们不俗的口碑，说不定会有一波小逆袭。上2期的节目你们吐槽我短，实在有时作为男人的尊严，没关系，我忍了。今天偏偏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反正有9部新片上映，首先要说的就是漫威超级英雄们的领头人扛把子惊奇队长。先不要质疑他的名号是不是吹的有点过了，漫威之前的中文译名就是惊奇，所以其实按现在的翻译，这姐们就应该叫漫威队长。你说他不是头牌谁信啊？就连漫威宇宙总制片人凯文·费奇都说，他是目前漫威电影宇宙最强大的角色。这么强悍的超级英雄，必须出一部独立电影，好好交代一下人物背景。惊奇队长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讲述了美军飞行员卡罗尔·丹佛斯在一次爆炸中受到辐射，然后就有了感知危险、超音速飞行、吸收并控制能量等一系列bug技能，化身惊奇队长保卫地球。作为漫威史上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目前惊奇队长在北美的社交媒体解禁了部分口碑，影评人纷纷对片中扮演反派的本·门德尔森和萌萌的大橘猫叫好喝彩，并表示该片完全颠覆了之前漫威电影的风格。你们听听就好，试问哪一部漫威电影出来不都是在说颠覆啊、最佳啊、巴拉巴拉的？而且你夸惊奇队长不说剧情精彩，最后竟然拐到了反派的演技和一只宠物猫身上，我很怀疑你这是实在找不出亮点才尬吹的吧？另外，扮演惊队的布里达尔森曾在公开活动上多次发表关于女权和种族的言论，这让一些白人男性对他很是反感。前段时间还有众多网友在烂番茄上对惊奇队长点了不想观看，导致网站被迫关闭了这部电影的评论。因此，对于惊奇队长的口碑，我还是持观望态度，预测国内票房在6到8亿左右。夏目友人帐，缘结空谈。原著动画在豆瓣的第1季评分9.3，第2季9.4，此后的第3季到第6季均是惊人的9.5。究竟是什么神仙动漫能拿下这样的高分？其实夏目友人帐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夏目从小就能看到妖怪，长大后他从外婆玲子的遗物中得到了一本由妖怪们的契约书所做成的友人帐。夏目心地善良，不忍心束缚妖怪，于是就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归还。说实话，夏目友人帐我没有全追完，但我记得动画中每集出现的妖怪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大多是孤独的，和正常人一样，渴望受到关注，获得友情。主角夏目因为能看到妖怪，从小到大他也是孤独的。在归还妖怪名字的过程中，是夏目的善良让某些陷入堕落的妖怪获得解脱，同时也让他自己交到了妖怪朋友，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羁绊。夏目友人帐简单温馨的水彩绘画风格，很容易淡淡的入侵你的心理防线，尤其是看完每一集后，一定不要快进，配上第1季时的片尾曲《夏期空》，在中校界呢极富温情的导师唱腔下，还能将每集或悲情或温暖的故事回味一下，治愈感满满。这次的剧场版《夏目友人帐缘结空缠》，导演依然是剧集版的大森贵弘，编剧也是原著作者绿川信，电影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现在该片在豆瓣上的评分8.8，虽然夏目友人帐有着超强的口碑，但它的受众局限于动漫迷和死宅党，所以估计票房不会超过6000万。魔神 Z 导演陀螺曾亲口表示过，自己是受了魔神 Z 的启发才拍出了环太平洋。对于00后甚至90后的你们来说，这部被称为机甲动画祖师爷之一的作品，你们可能只听过没看过，甚至听都没听过。魔神 Z 是上世纪70年代鬼才漫画家永井豪的作品，动画也曾风靡一时。另外，魔神 Z 还是著名游戏超级机器人大战中的人气机体，不过偏偏小时候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激战游戏也没玩过，所以就不去贡献票房了。血战奥伦布拉格，李连杰儿子谢苗主演，至今还记得他在《给爸爸的信》《新少林五祖》中的精彩表现。但成也童星，败也童星，长大后的谢苗好像没有什么像样的代表作，基本担当的都是网大主演。而这部《血战奥伦布拉格》，导演曾经商业艺术2开花，不仅是电影公司创始人 CEO， 还在片中倾情出演，堪称当代劳模。凌晨2点半2，国产恐怖片只能用蜘蛛侠出来的名字来形容了，格温。另外，该片此前曾多次改档，从去年的12月21日到今年的1月4日，再到现在的3月8日，所以不保证你们能在周5看到。算了，还是希望不要看到吧。我们的爱情，讲述已婚男出轨小三，最后事业失败后被小三抛弃，又重新回归家庭的故事。我们的爱啊，过了就不再回来，反正不看，拜了个拜。娱乐追击，一部关于娱记的电影，我觉得电影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找卓伟来拍，否则一不小心还可能拿个影帝。醒来之爱的呼唤，讲述坐牢父亲出狱后与叛逆儿子找回亲情的故事。看简介竟然还是个公路片，再加上这个片名，让我瞬间想起了断片之险途夺宝啊，不看。带我回家，听导演的话，别让他受伤。电影上映时，我会乖乖的带自己回家。梦想之城由宝剑锋和金乔晓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业电影，讲述广东佛山在改革开放40周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广东佛山的朋友们可以包场看一看。本周院线新片里，惊奇队长毫无疑问会成为下周票房冠军，但是目测口碑也就是7分左右。夏目友人帐虽然是日漫名 IP， 但票房成绩不会太理想。其余电影基本都属于影院一日游选手，有的可能连游都游不进电影院。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也不知道惊奇队长的6亿和夏目的6000万，我猜的准不准？咱们下周见分晓吧，拜了个拜。